看完这部影片，你会爱上梅西。为什么大家这么爱梅西呢？今天要来带你看热闹，不是看门道。对，你没有听错，我没有讲反，就是要看热闹。大家一直诟病说他没有办法拿下世界杯冠军。And in 2022, the world champions. 今天我们不是要来造神，因为他已经是神啦，梅西。这句话我们收回，因为梅西不喜欢被称作神。Y como eso, un montón de cosas, por eso no está bueno que lleguen a escuchar eso también. 梅西说过，他不介意被称作神，只是他没有很喜欢。他感受到球迷的爱戴和尊重，但是他觉得太浮夸了。而且他的儿子在电视上听到什么就学什么，他也觉得不是很适当。对，这就是我认为梅西特别受台湾人喜爱的原因。Number one， 个性内向却又很谦虚，内向内敛却又很厉害的人，莫名的就会让人喜欢。这点在东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当中呢，似乎是特别讨喜。我们不是说梅西就是完美的人，他也有生气的时候，但大部分的时候梅西就是这样低调谦虚。就连这届世界杯有一幕梅西在休息室脚踢到墨西哥球衣的画面，引来墨西哥拳王怒下战帖，大家都跳出来充当和事佬说梅西的为人不会这样。结果连事主墨西哥队长都跳出来帮梅西说话，连拳王泰森都跳出来相挺说，如果有人敢动梅西，就不要怪我付出。说实在我还蛮想看泰森付出啊。不是重点啊，你看看大家多爱梅西啊。Su apellido es una oveja que afirma. ¿Cómo se llama? Messi. 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第一场就被冰岛1-1踢和，而且梅西的12码罚球还被半职业的冰岛门将扑掉。赛后有一名记者拿给梅西一条红色细绳，说是妈妈编织的幸运小物，要送给梅西集气，还说我妈妈爱你更胜于我啊！终于在第3场对奈及利亚的比赛，梅西进球帮助阿根廷惊险的挺进下一轮。赛后，同一名记者又遇到梅西，就问他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妈妈给了你一条红色绳子？” ¿Perdón? ¿De verdad, Messi? ¿Me pusiste la pierna? ¿La cinta la pusiste la gamba? Sí, qué gracia que está. Me jodé. No, sé que me está por dar un bobazo. De verdad te estoy diciendo. Vieja querida, se puso la cinta en tu gamba. Gracias. 不过梅西的个性也是有被批评的地方。已故阿根廷球王马拉杜纳2018年就曾经说，我们不应该再神化梅西了。他是个很厉害的球员，但他不是个领导者。一个在比赛前要跑厕所20次的人，要打造成领导者难如登天啊。也有记者说，其实梅西的个性很固执。原来梅大人也有烦人之处啊！但这不是让人觉得更接地气吗？第二个，我认为大家喜爱梅西的原因就是他的罗曼史和家庭观。太多足球明星的爱情史是很丰功伟业的，或者是说恶名昭彰，但梅西是个彻彻底底的绯闻绝缘体，在女生身边似乎就是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他跟青梅竹马 Antonella 结婚成家的故事，应该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吧？梅西小时候在朋友家打电动，朋友的表妹跑来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需要什么？”那一位就是 Antonella。¿Encaraste vos? Sí. Bueno, en realidad de chiquito fue algo mutuo. Amor a primera vista. Sí, obvio. 他们一直是好朋友，但是梅西13岁的时候远赴西班牙，就渐渐跟 Antonella 失去了联系。5年后，梅西听闻 Antonella 一位挚友发生事故过世，梅西是立马飞回阿根廷陪伴他。直到梅西22岁那年接受采访，被问到个人感情生活时，他才第一次透露，在阿根廷有他心系的人。30岁那年结婚，现在有3个孩子。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梅西把儿子 Diego 的手印和名字刺青在左小腿肚上，后来又陆续在右腿上刺上3个儿子 Diego、Mateo、Cilo 和太太 Antonella 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但其实梅西的第一个刺青是在他的左背部，这个女人是他的妈妈 Celia。梅西时常把家人放在最优先，非常爱家。另一个在梅西右手背上的刺青是带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像，象征他的宗教信仰。Qué bueno, que gracias a Dios me dio toda y cerrar casi ya mi carrera, porque ya son los últimos años seguramente de esta manera. 在球场上经常可以看到梅西画这个圣三位一体的祷告手势。
除了信仰的意涵之外呢，对梅西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他的外婆跟梅西妈妈同名的 Celia。梅西回忆说，外婆曾经有一次跟当地的儿童俱乐部教练大吵一架，当时梅西才4岁，俱乐部要参加5岁级别的赛事，可是缺一名球员。Celia 就要教练让梅西参赛，你疯了吗？他这么小一只，他太小了啦。Celia 就回呛说，让他踢，他会拯救了你的比赛。结果是4岁的梅西那场比赛进了2球。梅西当时年纪小到自己都不记得，还是外婆在他长大之后跟他说，他才知道。赛后 Celia 在教练走出来之后就直直瞪着教练，后来跟教练说，你买一双足球鞋给他，下个礼拜我就带他来这里跟你们训练。这就是梅西足球生涯的开始，就在外婆吵赢教练之后呢，展开了神奇之旅。Messi, here goes Messi. Messi keeps going. Oh my goodness! Wonderful, wonderful, wonderful. How good is he? 然而 Celia 在梅西即将要过11岁生日的时候过世，梅西难过的好几个月，不愿意踢球。但从此直到今日，梅西在进球祷告的时候，都会双手指着天，献给他的外婆。甚至大批阿根廷球迷在阿根廷进决赛之后，跑到 Celia 的故居，大声喊着梅西和梅西的外婆庆贺。第3个让人不得不爱梅西的理由，就是他那励志的成长故事。梅西的父亲在钢铁厂上班，妈妈也是在工厂工作，家庭并不富裕，加上当时阿根廷经济萧条，日子非常难过。但是雪上加霜的是，梅西被诊断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也就是侏儒症。梅西的家庭不可能支付当时的每个月$1000医疗费用，当地也没有任何一间俱乐部愿意支付。最后是远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祖父母很幸运的跟俱乐部巴塞隆纳牵上线，并且说服了其中一位高层说，我们的孙子拥有像是马拉多纳一样的天赋。2000年9月份，13岁的梅西在巴塞隆纳的一场测试，立刻吸引了足球总监 Charlie Resach。但是当时的巴萨高层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巴萨当时的财务状况濒临破产，而且从来没有签过一个年纪这么幼小的海外孩子。这决议就一直延宕，直到2000年12月14号。梅西在阿根廷的原俱乐部发出了最后通牒。梅西的父亲 Jorge Messi 开始显得焦虑，告诉 Resach 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再等了。Charlie Resach 为了安抚 Jorge， 他和另外几位高层二话不说，跟他约在一间餐厅见面，急促的什么都来不及带。为了证明他们的诚意，他们当下跟服务生要了一张餐巾纸，几个人就在这张餐巾纸上签下了小梅西的第一张巴塞隆纳合约。Resach 跟 Jorge 说，这是我的签字，这里有几位见证人，我负起全部责任，请你再稍待几天，梅西可以认知自己是一名巴萨球员了。据说甚至前面的医药费用还是他们自掏腰包帮梅西家支付的。巴塞隆纳支付了梅西庞大的医疗费用哦，从12岁到14岁为止，每天晚上梅西都会在自己的腿上注射荷尔蒙针剂，才慢慢的从原本的127公分多长到了现在的169公分。后来只有父亲留在西班牙陪伴梅西哦。梅西刚开始也经常被欺负，其他小球员讲着加泰隆尼亚语，他听不懂就更安静，甚至队友还以为他是哑巴。加上想家，在前面的岁月对一个孩子来说是真的非常煎熬。直到安静的孩子在球场上逐渐的展露光芒，才渐渐被同侪接纳。故事就是这么传奇，也造就出一代传奇球王 Messi。 Of course they have a good team, of course they have phenomenal players, but that player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Yeah, in his moments he's unstoppable. Obviously, we couldn't defend the free kick. What a strike! He was that small and quick. He was going underneath it, and I was thinking, this guy, he's a magician. He's the best player I played against. We all kind of felt if we played against that Barcelona team without Messi, we probably would have won. You know, you're in training, he gets fouled, right? So they don't call the foul on him. Next thing you know, he will go and ask the keeper to give him the ball and run past everyone and score. I don't know if we will see another player do the things that he does. It's like playing PlayStation. You give the ball to the guy and you start to go through every player. I think I said it a lot of times, but I think Messi is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Messi, arguably the best player in the history of football. And I think we should be, and they should enjoy him while he's playing, because it's a beautiful game. 在我看来，梅西的成功，他今天的地位、记录、众人的爱戴，除了他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上帝的祝福，还有就是深深的爱着他的家人，为他做出了无数的
无私的牺牲，真的蛮感动的。最后大家都在说，随着梅西终于拿下了世界杯冠军，这个世纪之争、世纪问题，谁是 The GOAT 也该要尘埃落定了吧？其实梅西也好 ，C 罗也好，佩雷、马拉杜纳都好，其实争论这个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吧？各自都是各自特质上的王者，不是吗？我们倒不如用诙谐一点的态度来回答这个问题。For me,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ever, Diego Maradona. Me. God bless you all. Peace.